这是你们的女儿？星陨阁内阁之中，药老错愕的声音几乎要掀翻了整个屋顶。望着那抱着萧炎大腿正用乌黑大眼睛盯着自己的白衣小女孩，药老震惊极了。萧炎见到药老那般模样，忍不住的笑着点头，随后才将他同彩铃之间的恩恩怨怨简略说了一遍。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听完萧炎所说的，药老一边摇头一边感慨道，随后目光在彩铃身上扫了扫，又有些戏谑地笑道，当年你这位妻子可是恨你恨得要死，要不是老夫的缘故，恐怕你早变成他手下亡魂了。彩铃一听这话，一向冷艳的脸庞不由得红了红，随后轻拍了拍潇潇的小脑袋，彩铃轻声道，潇潇，快见过师公。潇潇闻言，黑葡萄似的大眼睛眨了眨，有些迟疑地看向萧炎。待得自家爹爹微笑点头后，才甜甜地叫了一声师公。这下可把药老给高兴坏了，他无子无女，早已将萧炎视为自己的儿子，如今不仅多了儿媳妇儿，还多了亲孙女儿，能不欢喜吗？顶着不要钱的慈爱笑容，药老终于是将那蓄谋已久的大掌放在了潇潇的小脑袋上揉了揉，随后才在潇潇的小手臂上捏了捏，这不捏不知道，一捏吓一跳啊！好家伙，这可是比他爹还要好的苗子，不仅拥有火木属性，意思是也可以成为炼药师，还拥有着比他爹更为强悍的体质和灵魂力量，不得了啊，不得了！这若是交由他来培养，日后指定比萧炎这个当爹的还要强。药老兴奋了，那眼底的火热压都压不住。小潇潇以后就让老头子我来培养吧。捏了半晌后，药老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萧炎道。萧炎自然是笑着同意啦，本来他带潇潇回来就有着这样的心思，不是吗？愉快地达成共识后，药老慈爱地拍了拍潇潇的脑袋，不舍得将之还给彩铃后，开口表示，这孩子也跟着在虫洞待了好几天，便先让他去好好休息吧。彩铃的心思何其通透，明白这师徒二人是有话要说，当下对着萧炎轻道了一句，那你们先聊着，就带着潇潇离开了。彩铃走后，药老又笑着调侃了萧炎几句，随后才跟萧炎说起魂殿之事。药老觉得魂殿指定没憋什么好屁，因为除了在西北大陆，魂殿还在中州之外的其他大陆也开辟了战场，其加快速度收集灵魂体的操作指定是要搞什么大事情，但现在最重要的是准备空间交易会的事，毕竟提升自身实力才是硬道理。现如今距离空间交易会只剩半个月了，不管怎么样，这净莲妖火必须得搞到手。毕竟共4份残图，萧炎一人便手握其3，而这异火榜之上排名前3的异火，每一朵都是拥有着毁天灭地之能。萧炎与药老的谈话持续了很久，结束之后，二人就同时闭关了去，这一闭就闭了半个月。这期间，星陨阁上方的天空好不热闹，各色丹雷以及天地异象几乎是交替着出现。当然，这天地异象并未造成什么破坏，毕竟我暗金魁会出手。某天，闭关了半个月的师徒二人终于是出关了，拖着同样沉重的步伐，瞪着同样血红的眼睛，相互对视一眼，皆是苦笑一声，话都懒得说一句，二人回房倒头就睡。这一睡就足足睡了3天。待得第3日的晌午时分，萧炎与药老二人方才再度碰面，是时候动身去空间交易会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空间交易会的举办地点位于中州东北地域的一片荒芜沙漠之中，主要是由3个不怎么出名的宗派联手维持秩序。这3个宗派分别是地行宗、空玄门以及剑宝山。别问他们凭什么，问就是没给作者广告费，而他们本身却拥有着不俗的实力。至于这空间交易会凭什么能算作斗气大陆上最为高端的交易场所，凭的就是天阶斗技在这里也并非是极度罕见。药老、萧炎、彩铃、小医仙一行4人经过赶路，很快就到达了一片沙漠的边缘。就是这里了。抬头望着面前黄沙肆虐的沙漠，萧炎有些诧异的道：药老笑着点了点头，随后道：
这里虽然看上去是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你若是仔细感应的话，便是能够察觉到这里面可有着不少的强悍气息。闻言，萧炎眉头一挑，随后细细感受了一下。好家伙，这部下数百道的气息里，实力最差的都是3星斗尊。不愧是中州上最为高端的交易会，居然能够吸引来如此之多的强者。萧炎不由得叹息道：这还只是小部分，等进入那里后，你就会发现这所谓高端二字是真正的名不虚传。药老摸着胡须笑了笑，旋即脸庞上有些认真的交代萧炎他们都收敛点，毕竟里面强者如云。不过若是别人主动惹上来，那就别客气，毕竟那软柿子可当不得。说完该说的，药老手掌一挥道：走吧。旋即径直冲着那沙漠深处闪掠而去。不多时，他们便登上一座极为陡峭的沙山，望着沙漠中心高耸沙山的凹陷处那足有100丈庞大的空间黑洞，萧炎一行人都是止不住的惊叹。而此刻，在四周的沙山上，时不时的有着几道气息极度强横的身影闪掠而下，最后一头冲进了空间虫洞之中，消失不见。这便是交易会的入口吗？竟然独自建立了一个空间，果真是大手笔啊！萧炎喃喃道。看了看萧炎身旁那2张同样惊讶的脸庞，药老笑了笑，旋即袖袍一甩，道：进去吧。只见几个闪掠间，萧炎4人就进入了黑洞。一行人仅觉得眼前黑了一瞬，旋即目光所及之处就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望着那人来人往的街道，药老笑道：这里便是空间镇，空间交易会的举办地点。这里虽然没有古界那些空间浩瀚辽阔，但用来作为交易地点已是相当充裕。摸了摸胡子，药老又接着道：先随意看看吧，这里几乎没什么次货，都是难得的好东西。语毕，药老抬腿就对着一条街走去。好家伙，这不逛不知道，一逛吓一跳啊！一圈尚未完全走完，让得萧炎心动的东西就有足足不下10种。一旁的彩铃与小医仙更是不用说啦。不过他们是一单都没有成交啊，原因无他，主要是那些个卖家们所要换取的东西，其价值都丝毫不下于他们所出售的东西。萧炎心动是不假，但这些个东西目前为止能对他起到的帮助并不大。颇为遗憾地轻叹了一口气，萧炎拉着彩铃就想再往更深处走走，结果彩铃却是在一个摊位上定住了。顺着彩铃的目光看去，萧炎看到了一枚呈7彩颜色的石子。这枚石子约莫小半个拳头大小，看清其表面纹路的第一时间，萧炎就认出了这是7彩原石。这所谓的7彩原石是一种变异的特殊灵石，仅仅在7彩吞天蟒陨落之地才有着一些几率出现。只是这东西稀罕是稀罕，出现在市场的概率却极低。因为只有吸收了吞天蟒血液的7彩原石，才会产生一种能够对7彩吞天蟒来说是大补之物的能量。目光瞥了一眼石台那盘腿而坐的枯瘦老者，萧炎很有作为丈夫的自觉，缓步上前问道：这位老先生，7彩原石如何换？缓缓抬起眼皮，老者不紧不慢的道：2枚3色丹雷以上的8品丹药。似乎贵了些吧？摸了摸那原石，萧炎淡笑道：贵了就别换呗。闻言，那枯瘦老者极其有个性的翻了翻白眼，心中默念了3遍这是媳妇儿想要并需要的。萧炎决定继续跟对方磨叽一下。就在此时，彩铃突然拉住了萧炎的手，并十分隐晦地在萧炎掌心处写了一个字：买。微怔了一下后，萧炎就反应过来了，这是撞上了好东西呀。面上不动声色，照着刚才的口风磨叽了一番，等其有些不耐烦时，萧炎扔下一个玉瓶，牵着彩铃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的速度之快，让那老者心里一突，糟糕，肯定卖低了。他奶奶的，老夫难道此次还识错货了不成？某隐蔽处，萧炎将手中的7彩原石抛给彩铃道：这东西有问题？彩铃接过7彩原石，冷艳的脸颊上也是浮现一抹笑容，随后同萧炎他们讲起了一件不为人知的事情，来自吞天蟒一族的传承技艺，那就是常人所知的7彩原石之上其实还有8彩和9彩，只是其诞生条件相当苛刻。
需要有着100头数量以上的七彩吞天蟒肉身，同时陨落于一处才有可能诞生。而七彩吞天蟒真正的名字其实是叫做9彩吞天蟒，只不过目前为止仅仅只有那血脉最为浓厚的吞天蟒祖达到过这种境界。听到这等秘密的萧炎一行人短暂的震惊过后，产生了浓浓的好奇，那就是这次他们搞到的东西到底是几彩？开玩笑，萧炎出品必是精品，那肯定得是8彩。老实说，萧炎是有一点点失望的，说好的2000万呢？倒是药老笑了笑，开口道：嘿，那老家伙若是知道的话，怕是直接会一口血喷出来呀。某老者：血亏啊，想哭。走吧，我带你们去见见真正的宝贝，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也在那里。神秘一笑后，药老便是转身对着街道的另一头行去。萧炎与小医仙也是迅速跟上，只是最后出发的彩铃没有注意到，在他将手中的8彩原石收入纳戒的一瞬间，那第8道彩纹之后，居然又是悄无声息的出现了一道极为淡薄的细小纹路。好了，本期分享就到此结束了，视频呢看到这里了，给您来点个赞吧，订阅了的朋友记得开启小铃铛哟，这样就不会错过牛奶的更新啦。感谢您的耐心观看，拜拜，我们下期再见。